水中悍刀行，你这是给同行送大礼来了吗？收视率开播1.46，后来跌到0.6，可以说把观众拱手送给了隔壁小敏家。在正式开播之前，电视剧先点映过，当时因为夸奖众多，因此大家对这部剧的期待更高了。所谓期待越大，失望越大。结果开局就挨骂了，连前段时间被一大票人黑的风起洛阳，似乎都眉清目秀了起来。那么这部剧到底如何？赶紧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。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不得不说，《雪中悍刀行》真是一部神奇的新剧。说它是烂吧，觉得不至于；说它好吧，又说不出口。为什么呢？首先就是这个压实率的滤镜，这一点在该剧预告时就已经被观众点播过，督促剧方改一改。但是正式播出后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张若昀白皮变青皮，诡异堪比《聊斋志异》。你们这是要拍鬼片吗？背景一片模糊，美女全部没了气色，观众全员像是得了青光眼。不过这不是最主要的吐槽点，毕竟磨皮滤镜在如今的电视剧市场已经屡见不鲜。被骂最厉害的是他披着武侠的皮，竟然一帧一帧都是 PPT， 慢镜头加上各种好看的 pose， 不停的转场，讲真比 cos 还 low。人均直升机刷刷刷就是10几米。彻底变武侠为玄幻，于是又反手又送了隔壁风起洛阳一个打戏好口碑，毕竟人家那边打的是真卖力，一招一式都很有感觉。你这明确是武打偏打斗，也太不走心了吧？如今靠谱的武侠主要是写实与写意的结合，既有清晰的一招一式，让武戏有扎实感，也突破人的限制，充分解放观众的想象，让武戏有飘逸感。到了雪中悍刀行，很少写实，打斗戏没什么拳脚的接触。比如一开篇南宫仆射出场，轻功一扫，所有人就都倒下了。更离谱的是夜里有人偷袭，南宫仆射飞过去，山坡的空镜加上打斗的背景音，他又飞回来，打斗戏就结束了。导演的本意是要体现留白，只是留白不等于空白，否则还叫武戏吗？嗖一下人就都倒了，打都不用打。有人说雪中悍刀行武戏凸显的是写意，但他对写意的表达比较单一，几乎都是慢动作加特写，动作发出，动作着力点，动作结果的3镜头剪辑基本就是他复杂的动作设计了。虽然辅以悠扬的琵琶和紧张鼓点颇有意境，但过于简单的武戏实在撑不起来，写意就沦为花架子，动作又是慢的让人心焦。第6集的打斗按说是一场重头的武戏，音效使用很出色，但无写实动作，双方靠吊威亚和摆动作的 pose 完成这场前后好几分钟的动作戏，感觉很虚。动作戏居然依旧靠 pose 发力，武戏偶尔还行，比如第14集开篇，李淳罡对阵福将红甲人，依旧没招式，但借助雨中水滴的不同速度感与多种效果，表现武戏的意境就有点想象力。导演似乎想用卧虎藏龙的打法，虽然卧虎藏龙也高来高去，但都是有物体可依，比如依托竹子的弹性，比如打戏场景因地制宜，而雪中在这方面只是学到了皮毛而已。另外，服装方面也模仿了英雄龙门飞甲一些装法，但原形象给人印象太深刻，模仿的感觉是拙劣的。雪中悍刀行张天爱的造型一看就是女性，却在戏中遭遇所有人都睁眼瞎，认为她是她。周迅的造型就完美隐藏了自己的身形，抄作业终究是没有灵魂。张若昀饰演的徐凤年，首先造型上十分无脸男，角色上十分庆余年，一样是众矢之的，一样的有一大批人保驾护航，一样的扮猪吃老虎，一样的权谋深算，一样的红颜知己，一样的嘴上功夫了得。或许是张若昀的范闲太深入人心，让人有一种看一个套路的疲倦感觉。不过这个不是张若昀的问题，更多的是编剧的问题。而就像开头说的那样，本剧并非一无是处，雪中悍刀行的武戏确实不太行，不过它的文戏部分总体上是撑得起来的。王倦仍然是南屏 IP 改编的第一人选。剧集的世界观设定是天下乱局，诸国纷争，黎阳朝破局而起，扫灭8国，成就一统之势。其中有大半功劳在北琼铁骑，其以无敌之势平天下。这其中，北琼王徐骁居功至伟，功高震主者必然为皇帝所忌惮。皇帝先是想把公主许配给徐骁长子徐凤年，以此闲置北琼，为躲避皇室赐婚。年近弱冠之年的徐凤年，在父亲安排下江湖游历3年，徐凤年也始终以纨绔子弟的面目示人，这自然是他扮猪吃老虎。实际上，徐凤年聪明得很。回北琼后的徐凤年，各方势力没有放弃把北琼搞垮，所以剧集一上来，游历归来的徐凤年就遭遇了3场暗杀，前有楚国残兵劫路围杀，后有于右威舞剑藏杀，再有林探花狐心刺杀。剧集也由此展开了第1条主线，即权谋线，把各方势力给铺展开来，一举见明。
权谋线最怕的是太简单没逻辑，主角光环重。但《雪中悍刀行》至少规避了这些窠臼，比如徐凤年的苦肉计一下子就被陈之豹识破了。徐凤年抽丝剥茧，好不容易查出幕后黑手，可实际上他爹早就掌控了一切，对手在下棋，他爹则是直接把对手当棋子。就连徐凤年游历3年有惊无险，也是因为他爹徐凤年身旁安排了甲乙丙丁4个死士，都是顶级高手，并且已经死了2个。徐凤年浑然不觉，总有人在碾压徐凤年。这极大平抑了那种无脑的爽感，多重的反转也让权谋线波澜起伏。雪中悍刀行权谋戏的主要缺点是，为了营造喜剧效果，废话有点太多了，经常是杀不杀都得来个奇葩说式的废话辩论，搞得像情景喜剧，废话少一点，节奏快一点，权谋戏会更精彩。剧集的另一条主线是男主角徐凤年的成长线。徐凤年一开始无心权术的，他也不想继承他爹的宏图伟业，就想当个闲云野鹤。所以直到弱冠之年，他还不会功夫。他成长的第一道坎就是他主动习武，这也意味着他认识到他身为世子的责任和身不由己，他不想承担。但他的身份、地位，他所爱的人的抉择和牺牲，让徐凤年不得不卷入朝堂与江湖的纷争，把责任扛起来。而剧中对徐凤年转变的契机的呈现是有说服力的，至少有2个层面。第一层面是徐凤年与弟弟徐龙象被北琼军方的2股势力分别支持，哪怕兄弟俩感情很深，压根没有参与权力争夺的想法，但就是有心人要离间他们兄弟俩，毕竟北琼王只能有一个。要么是徐凤年被杀，徐龙象被操控，要么是他爹给出的方案把徐龙象的天生神力给废了，让徐龙象当个平凡人，军方势力就不会打徐龙象的心思。徐凤年想要保护弟弟，就必须有能力撼动那群野心家，必须避免他爹把他的2个姐姐和弟弟当棋子。而且看得出来，为了徐凤年和北琼，徐骁是可以牺牲徐龙象的。第二层面是老黄之死，老黄隐藏自己一流剑士的身份，一直保护着徐凤年。主仆2人共同游历3年，亦师亦友，插科打诨，情谊非常厚重。老黄为了给徐凤年铺路，与天下武功第一的王仙芝对决，最后面朝北琼，力竭而死。徐凤年得知后悲痛不已。终于徐凤年下定决心要习武，他不再希望日后遇到这样的局面，别人要替他牺牲，而他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之后徐凤年答应接掌北琼，与其说是为了天下大义，不如说他只是想保护他想保护的人。他是有情有义之人，是他没有大局观吗？也不是。在徐骁带他参拜北琼600阴魂的牌位时，徐骁告诉他，实现大义必有牺牲，但徐凤年表示要找出第3条路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有情有义才有天下。他的继承和变革由此真正拉开了帷幕，徐凤年要走出一条不同于徐骁的路。至此，徐凤年总算完成了第1阶段的蜕变和成长，他的成长脉络非常清晰，铺陈也很合理，可看性并不差。张若昀的演技是过关的，张若昀形象清朗俊逸，少年感有，可以搞笑也可以有心机，与徐凤年匹配度高。男频剧写女性角色总是显得单一，江妮是挺可爱，但有些单薄，有时显得很幼稚，动不动又说出他与徐凤年注定生死相隔之类深沉的话，显得这个人有些分裂。但总的来说，剧中刻画的群像普遍还是有记忆点的，尤其是胡军饰演的徐骁非常精彩。比如北琼王徐骁，虽然是一代枭雄，外表刚毅果敢，实则老谋深算，他给徐凤年多次下套，让其快速成长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这样一位父亲竟然还有着怕儿子的另一面。见徐凤年之前，他要把自己收拾利索，以最慈祥的面貌出现在对方面前，就算被儿子到处追着打，也毫无怨言。除俩父子外，其他角色也有着很强的记忆点。又比如跟在徐凤年身边的仆从老黄，平时没个正形，喜欢吃独食喝毒酒，真实身份却是绝顶高手剑九皇。直到第6集，他才显露真实身手，将高手老魁打到服软。这种身份上的反转，让角色的层次感瞬间丰富起来。在徐凤年面前，在老魁面前，他呈现出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。前者是他的患难之交，他愿意护其周全；后者是他的手下败将，他可以耀武扬威。虽然动作设计不佳，造型不符合原著，但是生动的演出还是给观众留下了不浅的印象。最后总结一下，《雪中悍刀行》播出后，武戏或称打戏，动作戏几乎是一边倒的差评，再加上有些松弛的节奏，劝退了非常多的观众，这确实令人遗憾。因为看得出王倦的能力其实是在线的，不过可以想见的是，无论后面的文戏怎么补救，弃剧的观众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。
这是又一次非常惨痛的教训，前3集一定得撑住，节奏一定不要拖。但愿后续口碑会有更大的起色，能够拉回一部分已经流失的观众吧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